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2个弧形，并有出血，很明显是牙咬的，且咬力很大。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，头皮绽开，应是钝器所伤。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。都记下了。这屋里4处都是土，看来主人很邋遢呀。是，吴菜就是个邋遢鬼。哎，卢县尉，您的这个管家竟然这么厉害。苏明，你什么时候成了卢凌风的管家了？哎，等会儿，苏明，这个名字刚才在书铺我就听到过。你们2人从长安过来。哦，杀四川第2卷写的，该不会是你们俩吧？你的话多了。卢县尉，我错了。他的咬伤，应该是清溪所咬的吧？若是清溪所为，他应该是为了自救。我刚已仔细检查过，这宅子里并没有发现凶器。清溪出门是为了还书，随身携带刀的可能性很小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另有其人？桃木剑而已。你看，褐色的布丝。索旗长在，去里屋看看他有没有褐色的衣服。好。哎呀，没有夜禁的地方，这大晚上的还这么热闹，真好。好在哪儿啊？啊？虽看上去繁华一时，但由此引出的乱象，甚至各类案件，定会更多。卢凌风，我问你，官府做一件事儿好不好，谁说了算？政令应符合朝廷规制，且百姓欢迎。你这是跟谁学的？如此圆滑，你这是两头堵。苏某认为，百姓喜欢是最重要的标准。百姓之好固然重要，但不可以以权谋私。这个叫司马亮的，身为县尉，又是最大的酒商，官商一体，此之谓也。他主持开放业界，到底是为百姓，还是为了他的生意？这很难说清吧？你看你怎么，你不服？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，不敢不服。哼！明日拜见县令，我要力陈此事。我说，卢大县尉，我这个私人主簿能不能给你提一个小建议？别阴阳怪气，说。人家已经开放了夜禁，百姓尽享其乐。你一上任，你就要试图扭转，怕是不得人心呐。老话说，莫走回头路。以后这种废话，你还是别说了。哎，待会儿我得和樱桃出去溜达溜达，趁你没上任之前，好好感受一下云顶夜市的繁华和热闹。哎，你。香喷喷的羊肉串，
尝尝啊！所谓三乐，就是安摩乐、毗梨乐、喝里乐。我想这三乐浆应该是3种植物混在一起酿的酒。哦，要不咱尝尝？尝尝就尝尝。卢凌风，你要去逛夜市吗？我们一起啊！我才不逛。那你是来找我的？进来吧。哎呀，郎君，郎君，贱卖宝物，拾得此宝者，赚得一生。卖郎君了，卖郎君！郎君，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吧？郎君是宝，为了给我娘治病，我100钱就卖，能不是大赚吗？100钱？嗯，100钱。你买这东西干什么？这是真郎金吗？20年老郎金，20年老郎金就卖100钱。这要是在长安，至少得卖300钱。在云顶，我觉得也得卖150钱。这样，我就按150钱买你一根。哎，150钱，太好了！您等等，这个是真的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你还算实诚。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，故意试探我的。哎呀，我真是该死！但卖郎金会给我娘治病，我可没撒谎。我就这一根真郎金，我怕卖的钱不够。无论初衷如何，做买卖要诚信。虽然你给了我一根真的，但是我只能给你100钱。因你欲骗人，损失了50钱。我这么做是让你长长教训。多谢先生点拨，我记下了。哎，拿着，走。你知道吗？我在武功当县尉的时候，就想买一根郎金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一直都没买着。没想到这云顶夜市啥都有卖的。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泡软了煮着吃？这怎么就知道吃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据传，这郎金能测谎，比如盗窃案，一下子抓了好几个嫌疑人，怎么甄别呢？这个时候，就熏烤这郎金，烟儿一起，真的贼，嘴角就会不自觉地抽动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先生，多谢先生大恩，多谢了。还是给了他150钱。他说不用谢，早些把令堂的病治好。哎，拿好，坚持一下，我很快。这大晚上的画什么像啊？就是要晚上画嘛，云顶的晚上才热闹。我想去夜市上为人画像，拿你试试，看一晚上能画几张，这样我就能推算出画多久才能请鸡师公喝那个长生醉了。胡闹！你怎么要到夜市上去画像啊？画像赚钱有何不可？关键是夜市。
怎么了？什么人？你私闯他人寝室，还敢问我是什么人？让开！别找死！云顶的酒纯美，容易喝多，你这是在说醉话。那个人呢？把他交出来！哦，看来又是长安派来的杀手。说吧，谁雇的你？你才是杀手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他刚才一进来我就醒了，我还不敢动，我还在假装打呼噜。后来听见你进来了，我才放心的。放了我，不然就把我送到县县去。你们没有权利私设公堂。呀，听你这么说话，还是个识文断字的。那对不住啊，得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啊，看见没有？一路上鸡凶探案，这权利是御史给的。哎，大胆贼人，可是长安派来刺杀苏无名的，雇凶者何人？不如实招来，斩！神武啊，那让他先说说，身上铜钱从哪儿来的？铜钱？别说你没有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你说的是这个？对，我阿兄被你们弄哪儿去了？是死是活？你阿兄？这你看准了没有？这铜钱是你阿兄的？错不了。你阿兄是个哑巴？你们把我阿兄弄哑了！坐下，你坐下，我慢慢跟你说啊。坐。这个铜钱啊，是我们过杭州的时候，一个五官扭曲的哑奴生塞到我手里的。五官扭曲？我阿兄怎么会五官扭曲啊？所以呀，也许是你认错了。这是一枚普通的铜钱，并不稀有啊。不会，古钱虽多，可这钱上的红绳是我母亲临终前亲手给我们兄弟俩编的。不信你从我身上摸，有个一模一样的。哎，真是一模一样啊！我问你，你兄长有什么体貌特征？他与我长得很像，只是眉心多了一颗痣。像？那真看不出来。不过那哑奴眉心确实有一颗痣。阿兄，你是如何哑了？又被人当成了奴隶。苏明啊，我记得你当时也很疑惑，那哑奴为何会拿着这个铜钱塞给你？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正有人说我是狄公弟子。狄公弟子？
狄仁杰早就死了，没听说过有弟子啊。放肆！你眼前坐的这2位，都是狄公弟子。狄公屡破奇案，威名远扬。那哑奴，应该就是听到了狄公的名字，才将此铜钱塞给了义兄。分析的有道理。若那哑奴真是他阿兄，从他的行动和表情来判断，应是遭遇了什么意外。我也有此猜测，而且很明显，那个哑奴这里并不清醒。我想是因为狄公2字忽然激发了他某些记忆，所以才把这铜钱塞给了我。阿兄，你到底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？你阿兄叫什么？赵雷，雷电的雷。好，我一会儿就会给韩州司法参军马蒙写信，若那哑奴真是你阿兄，自会妥善安排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嘿，刚才给你看那个凭证，你没看清楚啊？实话跟你说吧，这位是新上任的云顶县县尉卢凌风。我还是不信。若是县尉，为何住客栈？我看他脑子也坏了。这样啊，他是不是县尉，信不信由你。你倒是应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和你的阿兄。老费，送吧。啊？去。我叫赵宇，我与阿兄是双生子，生在一个雷雨之夜。先打雷，后下雨。我兄弟故而得名。我们是秦州人，我早年习武，游荡四方；我阿兄则读书，却屡试不中。前番我曾回到家乡，没有看到我阿兄。邻居说，他早2年就来到了韩州云顶，投奔他的一个同窗好友，叫宋商的。我在家中等了阿兄半年，都不见他回去，便来云顶寻凶，才知那宋商是云顶县丞。我确实与你阿兄是同窗，可问题是我就任云顶县丞3年了，他从未拜访过我，是不是过云顶直接去了沙州？敦煌那边天天开凿洞窟，我记得赵雷信佛。你真没见过我阿兄？你什么意思？县丞莫误会，我只是寻凶心切。阿兄明明说的是来找你啊。我还有公务在身，看在赵雷的面子上，就不哄你了。你来了半个月了，从今日所为推断，应该一直在探查，手里或许有了些线索。暂时没有。哎，卢凌风，云顶不比局县，当时有义兄为司马，你算是背靠大树，而如今你只是个县尉，上面下面或许会有刁难，你一定要耐住性子，莫上来就发脾气。哎，我知道你嫌我唠叨，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要叮嘱你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一个人去献血的，我会带上他的。苏明，快点儿！哎呀，我还以为没有我的事儿呢。哎，卢凌风，你干嘛非让我跟你去献谢报道啊？我得让他们知道有你这么个人。我一个无名之辈，白衣之身，他们知道不知道不重要。有义兄这个无名之辈陪着，我刚才的唠叨真是多余了。走吧。哎，等会儿，
你过来，过来。这是他花150钱买的，不错，我亲眼所见。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大方。你我同门师兄弟，今日你上任云顶县尉，我这个当师兄的理应多少表示一下嘛。这个郎金真能策划，在传说中能，狡诈者甚至借助传说谋财害命，当然聪明者亦可利用传说做些文章。懂了，多谢。来，先坐会儿。哎呀，人来了，这你都能睡得着？昨晚我不是去逛夜市了吗？没把持住，多少有点贪杯。这太阳一晒，困得厉害。哎呀，抱歉，卢凌风，卢凌风，拜。请，里边说。范阳卢凌风，今至云顶上任县尉，拜见冥府。昨晚喝酒的时候，我在念叨，该来了，要不然就耽误朝廷规定的成期了。这是赤牒和告身。范阳卢凌风，遥若高山之独立，果然是被冲浪呛之后。卢某虽初到云顶，但也知晓民风，恕卢某直言。这还未到正午，县令如何就醉酒了？啊，县令爱喝酒，大家就都喝酒。这以酒业为生的云顶人就都有买卖做了。外州县的人就越发的认定云顶是酒乡，那这里的酒就卖得更好了。嘿，所以喝酒本身就是公务啊。宋县城深得云顶为官之道的精髓。不过我今天还没来得及喝酒，我是昨晚办公有为卖力所致啊。云顶县城宋商，幸会卢兄。请教宋先生，县令昨晚办公过于卖力，早上未能到县谢，县城也是一样。卢兄，这是怪我们来晚了呀。其实是你来早了。云顶是酒乡，全县百姓已经习惯了夜间饮酒，早上睡觉，故县谢随之调整为午后开始办公理事。这合乎朝廷规制吗？规制的事回头再聊。卢县尉，自从得知你要来云顶，我是日盼夜盼。你可知我二人祖上交情匪浅？冥府祖上是？莫非是后汉末威震天下的皇甫太尉？正是。失敬。你说，你我今日相见，该不该喝点？
哎呀，太该喝点了。一位是北中郎将卢植的后人，一位祖上是太尉黄甫松，这都是后汉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啊。若我没记错，当年黄甫太尉还救过北中郎将。哎呀，卢县尉啊，卢县尉，此次云顶夫人，你算来对地儿喽。你是我，他是，该怎么说呢？现在是我的私人主簿苏啊，不用说叫什么了，哪有私人主簿一说？我看是卢县尉关系密切的仆人吧，一路上行照顾之事。但既到云顶，再叫主簿就不合适了，叫人误会。还是以管家相称吧。县令，他……走，西城宴已备好，喝酒去，喝酒去。喝酒。请。他卢县尉不必如此，管家站着很正常。县令看这位苏管家一路上应该也算辛苦，所以才没叫他出去。那就多谢县令县丞。这样，我给3位上官倒酒如何？好啊，来。县令，我就直说了，罗某有一事不明，即我县为何会开放夜禁，就不怕上头怪罪吗？云顶处于东西商旅必经之地，为保持商业繁华，故不做夜禁，商户和百姓乐在其中。往上交的赋税翻了2倍，州里和都督府从来没有特别阻拦。可我大唐自开国以来，夜禁是铁打的制度，若是为了商业上的一时繁华坏了此规矩，朝廷会随时怪罪不说，也必会给心怀叵测之人以可乘之机，最终不利于百姓的安全。这怎么和吕仙客的论调完全一样啊？吕仙客本城的侍婢师，掌管云顶市场多年，年过7旬，德高望重，云顶商业有序，多亏了他。但就开放夜禁之事，他和前任县尉司马亮分歧极大，甚至不睦。如此说来，我倒要拜访这位吕老了。丢了。是啊，半个月前我专门设宴，就是为了调解吕老和司马亮之间的矛盾，结果这俩人各执己见，争执不下。宴席散罢，我让宋县丞和司马亮一起送吕老回家。我有些人心里有气，恨不得一掌把老夫推到沟里去。见解不同，但不妨碍尊老爱幼。这点心胸我司马亮还是有的。两位少说2句。再说了，吕老您这深一脚浅一脚的，我们可得给您送到家呀。不必。朝廷派来的新县尉已经在路上了。司马亮，知道朝廷为什么会换掉你吗？无外乎就是因为我经商卖酒嘛。错了，因为你主张开放夜禁，犯了规制。因为什么都无所谓，小小县尉我司马亮不稀罕。狂徒，早晚要你好看！去，这老东西，当心摔死！狂徒！呸！吕老慢走啊！怪我，没送到家，人就丢了。侍婢师虽不是县械正式官员，但在云顶应是大人物，走失了可不是小事啊。司马亮虽被罢官，但在我未到任之前，他仍代理县尉职责，就没有探查此案。查了，
但估计也没有心思细查。哎，苏县长，今天喝的是接风酒，这些事儿往后再说。欢迎卢县尉到云顶，自此以后，我们兄弟3人需肝胆相照。干了！欢迎卢县尉。来，我今日请索旗长喝酒，只为叙兄弟情谊。司马县尉，您这声旗长叫得我后背直起凉风啊！那我叫你什么？和以前一样，叫我小聋子。我叫你小聋子可以，可你不能再叫我县尉。哎，以后啊，叫您司马老板。那我就叫你兄弟。小聋子永远是您的兄弟。那件事儿哦，放心，县谢中人自我以下，我挨个都找过了。姓卢的什么都别想知道。嘿嘿，如此，多谢了。司马老板请客喝酒，便是给我小聋子最大的面子，怎么能让您说这个谢字呢？宋生，卢兄在云顶的一切，一定要安排好了啊！县令放心，那我就少赔了啊！卢县尉的寓所已安排好了，够你们主仆2人住了。此番来云顶，并非我和苏明2人，一共5人。5人，那正好啊！我准备的是吕老先前住的宅子，够大。这不合适吧？卢县尉有所不知，那宅子先前属于一名胡商，因其犯了罪，被充了公。先前吕老也是借住，如今吕老失踪了半个月，宅子空着，你们住不正合适吗？你先去看看，若不满意，再换。苏明啊，你先和宋县城看宅子，我当先入西厅理事。卢兄上任之初就要西厅理事，宋某佩服。哎，管家，刚刚听卢县尉叫你苏无名，正是在下的名字。这名听起来有点耳熟啊，是不是起得过于俗气了？哦，看着像个读书人，但你也太不思进取了。读书，为的不就是考取功名，名扬天下吗？你说你叫个无名，所以就只能给人家当管家了。县城说的是，苏某胸无大志，能给卢县尉当管家，已经很知足了。还有吗？回县尉，陈案卷宗都在这里。偌大至云顶，就这么几卷，而且都是些小偷小摸的案子。旗长何在？那索旗长还没来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县尉息怒，他主要是不知道今日卢县尉新官上任。这说的是什么话？若我不上任，旗长便可不来吗？来了，新任县尉到了，哪儿呢？哦，在这儿。云顶县谢旗长索隆，见过县尉贵姓啊？范阳卢凌风。哦，范阳卢氏，从韩州到敦煌，包括云顶，只看重土著旧族。若是出身于本州的贾廖殷索石安6姓豪族，提也罢，外来姓不大管用。所以县尉在云顶就不必提范阳2字了。我问你，夜郎和井蛙，你选哪一个？我选井。卢县尉，你这是往沟里带我呀？
旗长，说的是上年岁且熟悉县械抓捕事务的人。你这个年纪，哦对了，你姓索，当地豪族，靠的是家族势力才当上的这个旗长吧？我靠的是自己的本事。县械就这么点卷宗，也没什么旧案。从这点上看，你和前任县尉司马亮，倒都算是尽职尽责吧？那是。你在捕手和差役中的威望如何？半个时辰内，把所有当值的捕手和差役都给我喊来，不管他们在哪儿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前任县尉下令时，你会问这么一句吗？就是这儿。里面若有吕老的部件，你把它集中到一个屋子里就可以了。多谢宋县长。对了，管家，你跟随卢县尉多长时间了？哎呦，那可有年头了。家仆啊！啊，我听说他做金吾卫中郎将时，深受当时的太子，如今的圣上信任呐。确有其事。那如何被贬呀？具体怎么回事，我一个小小的管家还真不知道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此次西行，卢县尉心情甚好，常开怀大笑。路过韩州时，都督陆思安还单独宴请了他。当时没让我陪，但陆都督送他出门之际，还一直在拜托卢县尉，说让卢县尉回京后在圣上面前多替他美言几句。哎，我明白了，这当是圣上叫他来云顶历练。他日，兴许是啊。哎呀，多谢苏管家跟宋某透露了这么多。使不得，拿着。在云顶碰见什么事儿，都跟宋某说，包括你自己的事儿。宋某还兼着本县的势力，你要是想做个小买卖什么的，都好说啊，好说。县尉，如何？不到半个时辰，人都找齐了。索旗长，你有两下子，都各司其职吧。什么？姓卢的，你成心溜我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半天，溜什么玩意儿？怎么，本县尉没这个权利吗？朝廷派你来当县尉，你有权利管我。不过你存心戏耍于我，不怕在云顶水土不服哦。那我向索旗长道歉。少来！不要我道歉，那我当如何？我要看看你这个县尉当的称不称职。什么意思？身为捕贼官，你得能抓得住贼呀。会武功的盗贼比比皆是。卢县尉，兄弟们都怀疑你行不行啊？你们都怀疑，可这行不行的，不是我自己说吧？那就让我索隆替兄弟们探探底。索旗长，这可不行。索旗长非要如此，那就来吧。行了，你这本事，
根本不配跟我过招。你说什么？我看你是打不过，怕出丑吧？陆县尉，饶命！饶命！小的眼下呀！大哥，知道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，大哥？现在问你，本县尉行不行？行。你们呢？行。那还不快给我站好了！站好。我有一事想问，今日到任后，见县谢卷宗加在一起不过10份。凭我之前的经验，一个县，特别是地处咽喉要道的大县云顶，只有这几封卷宗，很不正常。我问你们，县谢所存的卷宗，真的就只有这些吗？你说啊？真就这些？那你说，别的地方还存放着卷宗吗？真没有。没有。没。卢县尉，我是专门看管旧案卷宗的。之前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就这些。索隆，看来你不仅有2下子，在本县谢之内，你还挺有威信的。既然你们都不说实话，我就只能把他给请出来了。这个东西叫狼金，狼一般寿命15年左右，但若得到20年春秋的老狼取其腿筋，那便是宝物。我若是用火熏烤此物，便能测出谁在说谎。卢县尉，您别吓唬我们，我们都是老实人。不信啊？这云顶毕竟偏远啊，长安、洛阳的掌故，你们听都没听过。当年狄公探案时，就曾用此物探出了宫中盗贼。宫禁密室，卢县尉也知道。本人不才，正是狄公弟子。狄公都走了多少年了？您这年纪是他弟子，谁信？信不信由你。我现在熏烤此物，撒谎者的嘴巴会不由自主的抽动。我是不是狄公弟子，测谎之后，你们自然就会知道。你，还有你，县尉，请。去！报告，捕贼官来了。算了，说了也是白说。他2个腿都摔断了，下不来了。邻居来看他，他还没好脾气。切！新任县尉卢林峰。县尉是来帮我寻娘子的吗？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吧？我以采药为生，2个月前进山时，
不小心从崖上摔下，断了双腿。昨天傍晚，清溪把晚饭送上楼，就去书铺还书。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。租书的铺子在何处？如玉书铺，就在夜市里头。夜市？清溪是在入夜后失踪的。你叫宝康是吧？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？挺好的。为何分床而睡？啊？这不我摔伤了吗？腿摔伤了，不是更需要照顾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？不好，总听见他俩吵。我再问你，清溪在失踪前有无反常，或者说，有没有让你觉得奇怪的地方？没有。王秋，来了。你年岁虽小，倒还机灵，在没有找到清溪前，他有你照顾。啊！我不需要照顾，我更不需要他来照顾。你以为我愿意照顾你啊？县县会给你一笔工钱。那我太愿意照顾他了。但你需细心。他是病人，如果有个好歹，不但拿不到工钱，我还会拿你试问。啊，上官放心，上官慢走。宝康，上官说的，你都听见了。现在，你归我管。是让你照顾我，还不都一样？你要对我言听计从，别像这清溪姐那样想骂就骂，不然我就揍你！你小人得志。我是清溪姐嘴里的小屁孩，但我不是小人。把清溪姐丢了，就是因为你。你对她好点，她丢不了。我先揍你一顿，替清溪姐解解恨。哎！打死小崽子！打干什么？要欺负清溪姐！打死！百姓无故失踪，并非小事。你们两个，马上回县县，叫书里起草寻人告示，悬赏线索，把手上没有公务的，都给我派出去找人。是。索隆在，带我去如玉书铺。是。那个叫清溪的女子，昨晚确实来还书了。还书啊，这么快就看完了？这游仙窟好看吗？这是租钱。哎，押金退你。哎，我们这儿啊可又来新书了，叫《沙丝传》，比那游仙窟啊还好看。哎，他还完书就走了。清溪还书时有没有异常？整个人好像失魂落魄的。哦，对了，有淡淡的酒气。还有就是啊，哎，看到没有？那娘子在读游仙窟，不一般，这定是个风流的妙人。又见面了，挺有缘分呢。我就看见吴菜追了出去。谁是吴菜？这个人我知道，半个云顶的人都认识他，因罪以无赖著称，就住在前头。无赖还逛书铺？因为此人呐，也是识文断字的，只是后来才变为了无赖。不过他来借书啊，都是借一些香艳之作，诸如《沙丝传》什么的。在云顶，像《沙丝传》这种书可以随便租售啊。我们家的《沙丝传》分前后2卷，前面1卷确实有些香艳，
不过后一卷讲的是不久前在长安城，一个叫卢凌风的，一个叫苏无名的，联手诛杀杀司，惩恶扬善的事儿，很是传奇的。如此说来，这书倒还可以。嘿，不过很多人呐，尤其像是吴菜这种的，都只借前一卷。走。哎，吴菜，陆相，快叫仵作来！本仙没有仵作。这怎么可能？真的，之前有个老仵作早死了。若遇命案，当如何？司马县尉文武双全，他自己就会验尸。哎，卢县尉，您不会验尸吗？哦，我孤陋寡闻啊，我以为所有县尉都会验尸呢。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，并有出血，很明显是牙咬的，且咬力很大。后脑靠近脖颈处自下而上，头皮绽开，应是钝器所伤。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。都记下了。这屋里四处都是土，看来主人很邋遢呀。是，吴菜就是个邋遢鬼。哎，卢县尉，您的这个管家竟然这么厉害。苏无名，你什么时候成了卢凌风的管家了？哎，等会儿，苏无名，这个名字刚才在书铺我就听到过。你们二人从长安过来。哦，《杀四传》第2卷写的，该不会是你们俩吧？你的话多了。卢县尉，我错了。他的咬伤，应该是清溪所咬的吧？若是清溪所为，他应该是为了自救。我刚已仔细检查过，这宅子里，并没有发现凶器。清溪出门是为了还书，随身携带刀的可能性很小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另有其人？桃木剑而已。你看。褐色的不死。索旗长在，去里屋看看他有没有褐色的衣服。好。苏明，你送我那根狼筋还真派上了用场。原本吊儿郎当的捕手，还有不服气的索旗长，现在都有了该有的样子。不是狼筋有多好，是你用的妙。吴菜的衣服我都翻了，没有褐色的。哎，给我！哎，真死人了！啊，这上任第1天就遇上命案，云顶的活不好干呐。哎。你出去！给我出去！你凭什么找我们要人？
他是住在这儿，但也不是被绑在这儿啊。我们管得了他出门吗？万一他财迷心窍，去了云顶仙街没出来，你也找我？我侄子他天生胆小，他不可能去那里。你们今天要是不还人，我就去官府告你们。啊，你告去！无凭无据来客栈捣乱，我还告你呢！你。阿川啊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老人家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有人说，就在这个客栈，看见了我侄子阿川。我等了他好几天，未见上门。我到这客栈来找，结果人没了。您别着急，他会不会是搬到别的客栈住去了？不呢，你看这包裹还在这儿呢。阿川本住沙洲，跳胡旋舞跳得好。他来信说，云顶无业进，他欲来投奔我，想到这里跳舞，多挣点钱呐。哎，老头儿，刚才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云顶仙街是什么所在啊？去，自己打听去。没人心疼你。云顶仙街。卢县尉，有事儿啊？带我去司马亮家。卢县尉想做什么？新任拜见前任李树爷，头前带路。司马老板，这是卢县尉。卢凌风初到云顶，特来拜见前辈。虽说我年长于你，但也不必这么客气。一来是拜见，二来是有事请教。不知前辈可否让我进屋坐坐？寒室简陋，有什么事儿就这儿说吧。司马兄离任之前，县西按卷室曾起火，有卷宗214件化为灰烬。罗某此番前来是想知道，那些卷宗大约都是啥案子？什么案子都有，打架斗殴、入室盗窃、拦路抢劫、冒名诈骗，还有零星的谋杀、人口失踪。人口失踪案有多少？一半吧。多少？一半。你很意外吗？云顶这种地方，东来西往的，哪个商队带走几个人都很正常。虽说有人报案，也不一定是真失踪。那司马县尉认为，这么多案子，是不是开放夜禁造成的？云顶不夜禁，是我提出并推行的。怎么？你来兴师问罪？你知道自己有罪，你诚心和我作对？没有任何证据就针对前任县尉，姓卢的，就这么点本事，朝廷怎么会派你来代替我？看你长得不错，不会是攀龙附凤的邪风官吧？别打！别打了！司马老板、卢县尉，你二位都是我所隆敬佩之人啊！求你们别打架！别打架！别打架！别打架呀！别打了！哎，苏明，说好一起干活的，你顶个管家之名，却在这儿偷懒儿。费叔，我帮他就是了。哎，这被人关心的感觉，真是让我老费羡慕死了。哼，老费，过来。你看看这是什么模型啊？还真是个模型。没错，先前这儿住的就是一个侍婢师啊。莫非这就是云顶市的模型？不可能，云顶昨天我和樱桃去逛过了，
建在一处平地，这明显是依山势而建的嘛。什么是势必师啊？每个市场都有东西南北四壁，按壁以行分类开设店铺。势必师就是对各个行当进行检查的人，虽为官府做事，但不算正式官员。我说的对吧，一休？没错。哎呀，这个云顶县太小气了，他租一个新宅子给咱住不好吗？非得让咱住这儿。这个姓吕的老头都失踪半个月了，没准儿早就让人给害了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这儿岂不是半个凶宅？济世公，你别吓我了。凶宅有什么好怕的？咱们在杭州不是也住过？何况跟着苏无名和卢凌风，就算不住凶宅，也会遇到凶案，又岂能躲得过？那倒也是。哎呀，行了，赶紧收拾吧，一会儿卢县尉该回来了。司马亮任本县县尉多年，功劳苦劳都有。卢县尉上任第一天，何苦去找他麻烦呢？是啊，卢县尉有所不知，司马亮在云顶深得民心。你若想立稳脚跟，与他为敌，并非善策啊。罗某上为朝廷社稷，下为黎民百姓，无惧与任何人为敌。县令所言的功劳，莫非就是开放夜禁？云顶商贸繁荣，美酒名扬天下，司马亮就是有功。司马亮亲口承认，卷宗214卷有一半是人口失踪案，那可是活生生的100多个人呐！有什么样的功劳可以抵过此责？有那么多？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，但应该没有那么多吧。有个叫赵宇的自秦州而来，宋县城可见过？怎么，他也找到你那里去了？哎，他的兄长赵雷确实是我的同窗，可根本没来云顶找过我。过杭州时，我曾见过一个面部扭曲的哑奴，却拿着和赵宇相同的信物，我怀疑他就是宋县城旧时的同窗赵雷。不可能吧？哑巴还是奴隶？啊？怎么回事？赵宇虽曾找过你，却未曾报案，也就是说，在云顶失踪的可能不止那100多个人。之前2位曾提过，势必师吕仙客半月前丢了。何为丢？人口失踪也。是否有人报案？卷宗也被烧了。黄甫县令，你是云顶的主官，宋县城，你是一县之府官，出了这么大的案子，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哎呀，这宋尚，不是我说你有失察之责。是，下官失察。卢县尉对破获这些人口失踪案是否已胸有成竹啊？目前只是推测，我怀疑本县隐藏着一个秘密组织，专门绑架人口，通过诡异的手段，将人变为哑奴，再扭曲五官，卖到外地为奴。如此可怖，是奸人邪术。龙凌凤，你不会是急于立功，危言耸听吧？若被证实，县令可愿担责？这，陆兄啊，你久居京师，少在州县任职，有些情况你可能不知道。其实从古至今，无论哪个地方，每年都有些丢人的事。我说的是真丢人，不是那个丢人。县令是皇甫太尉的后人，若我的猜测被证实，这种事情发生在您治下的云顶，那可是给祖宗丢人。我说的是真丢人，不是那个丢人。你，卢兄慢走。宋县城，我就一句话，卢兄义正言辞，落地有声，不愧是当今天子最信任的人呐。
宋某佩服。卢县尉，你可回来了，辛苦辛苦。这是我和樱桃做的，千万别吝啬溢美之词啊，我们接得住。怎么，你们都吃过了？那个夜市的鸡和酒，那香味早就飘到这儿来了。我在家实在是吃不下去。樱桃说夜市上的三乐江特别好喝，我想去尝尝。这到了云顶，怎么都爱喝酒了？不只是酒，还有山珍野味、本地特产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骆驼肉，我还从未吃过呢。其实我原意是根本不做这些饭菜，咱们5个一起去夜市吃就行了。只是苏无名说你肯定不乐意去，才对付做的这些。都去夜市吃，我们还有钱吗？盘缠花的差不多了吧？离领下个月月俸还尚远，接下来的日子吃什么？每人1块银锭，哪儿来的？正道来的，我分给他们的。你初到云顶，哪儿来的正道？上官赏的算不算正道？谁赏的？哎呀，这个你就别问了。这个黄甫坦这么有钱？不是县令，那是县城。你何苦刨根问底儿呢？既然有钱，那你们都去夜市上吃喝，反正我不去。哎，走。苏无名也不许去。我为何不能去啊？你是我的私人主簿，黄甫坛让我叫你管家。主人不去夜市上潇洒，你当如何？我当在主人身边侍奉。那我他们俩不会打起来吧？打？那苏无名岂是对手？那卢凌风表面上傲气，其实在心里，他对苏无名很是尊敬，尤其是代师传艺呀，两个人的关系亦师亦友。那卢凌风对苏无名依赖得很呐，所以放心吧，不可能打架的。哎，酒来了，来几位，慢用啊。来，干一杯！来，真好喝，比云顶红更甜一些。就是不知道长生醉是什么味道。你是说这云顶有贩卖奴隶的组织？对，他们有邪术，把人变哑，再将五官扭曲。你的这种猜测，当着黄甫坛和宋商的面说了？说了。将正常人变为哑奴的这种推测，在那个赵雷身上确实说得通。可是失踪的侍婢师年过7旬了，贼人把他弄去，是让他当奴隶干活，还是供起来啊？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？人口失踪，在云顶很普遍。今天我们也遇到了一个。哦，对了，还听说了一个地儿，叫什么？云顶仙街，似乎很神秘。我们说是今晚要去夜市，其实是想去那个云顶仙街一探究竟，为你破案提供一些线索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待我吃完，立刻就去。哎，给我留一个呗，我不能饿着肚子陪你去吧？你也没事啊？我怎么忘了？
早知道我也留下吃，我多做点好吃的呀。卢县尉、苏先生，二位是要出去逛吗？那就明天到县县再说。可是案子有了线索。方才有一女子来到县县，说是失踪了那个清溪的邻居。人在何处？拜见县尉，我姓孙，四邻都叫我孙大娘。孙大娘，我守寡在家，闲来无事就对街坊四邻的风吹草动颇多留心，平时都是报以方正。可这一次，我听说清溪被杀了，就直接来到了县县。没有人说清溪被杀呀，失踪了而已。那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县尉，你扶耳过来。不必如此，放声说即可。哎呀，行，就是有点不太习惯。是这样，前天傍晚，我看见王秋那个小猴崽子拎了一把菜刀从宝康家出来。欣欣姐，宝康摔得不轻，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要是没你伺候，准得饿死。可他不知感谢，还数落你、骂你、摔东西，简直太气人了。欣欣姐，你说，要不要我上去教训教训他？只要你说一句，我宰了他都行。胆子不小啊你！这种疯话以后莫说。还有更疯的话呢。欣欣，你就是我遥不可及的梦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宰了宝康，我也无怨无悔。你是真疯了，这么酸的话都说得出口。行了，小屁孩，你的心呀我领了，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想都不要想。欣欣，我知道你嫌我小，但我非得为你做件大事。那小猴崽子明目张胆地骚扰清溪，要我看，就是王秋看宝康下不了床，就把清溪给绑了。清溪若是不从，不就挨宰了？那个小猴崽子平时他就偷鸡摸狗的，他什么事他都干得。你看我怎么又这样了？习惯了。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正好让我给撞见了，字字句句那听的是清清楚楚的，我可不敢不报与上官。至于赏钱什么的，根本就没想过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没了。你还记得王秋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吗？灰色的。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褐色的。索隆，我可不是为了赏钱啊，谢谢了。王秋，上次慰问你，你作何营生？无业。无业还养猪？那猪不是我养的。有一天我从夜市上回来，见它在我们家门口流浪，看着太可怜了，就收留了。哪成想它吃的比我还多，万般无奈，只能宰了吃。王秋，你的邻居说你骚扰清溪，可有此事？邻居，冯二吧？这事儿还真不是冯二告的状。谁告的我也不怕，我就是喜欢清溪，我不犯法吧？再说，清溪失踪可是我报的案。你让我伺候宝康，我也尽心竭力的，还背着他去了次茅厕呢。对了，有一个人可疑，我听宝康跟清溪姐吵架，也是因为他。少说这些没用的，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，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？有本事你找金豹去，他腿脚好又有力气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
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，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？金豹是什么人？猎户，以前经常跟宝康一起进山，也常来他们家吃饭。你见清溪之后，还做了什么？有没有杀猪？没杀。听宝康骂清溪，我心里堵得慌，哪还有心思杀猪啊？我就回家睡觉了。昨夜你穿的可是这件衣服？是啊。右臂上。哎呀，这云顶不敬业，晚上出去很正常，你为何要隐瞒？没瞒。那为何会有个破洞？洞？什么洞？我想起来了，半年前我喝多了，脚下一绊，手里的剪刀给挑破的。首先，这破洞应不是半年前的。其次，若用利刃挑破，留下的痕迹断面不应该是这个形态。这个破洞呈三角状，应是钉子一类的东西磨损后刮破的。你说的这些，我听不懂。哎呀，这个是从吴菜家挂桃木剑的钉子上发现的。吴菜已死，而凶手很有可能是这布丝的主人。还不如实招来！我说，我那天一直跟着清溪，就是担心他有危险。可是跟着跟着，就跟丢了。王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没事儿，溜达。不说实话，哪家能发财？哎，也算我一份。说什么呢？我王秋是那种人吗？那以前跟我一起的那人是谁呀？以前的事少提，我改邪归正了。改邪归正？那可得庆祝！我昨天刚发了一笔横财，走，请你喝酒去。别客气啊！夫人，咱们俩去那边逛逛。啊？哎，别走啊，再喝一杯。哎，不了，我喝不下了，不行，下次啊。哎。从跟丢清溪到再看见他从如玉书铺出来，大约多长时间啊？半个时辰。接着说。见那男的不怀好意，我就连忙跟上。我怎么能让别人欺负清溪呢？哎，娘子，不记住我了？在飞仙美参店，咱俩不是见过？你要干什么？哎，又见面了，是不是特有缘？既然爱看游仙窟，那就来我家看。无赖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啊？来吧，小娘子。情妇给你画的啊，小娘子，你好白呀你！混蛋！我混蛋，我就是混蛋！走开！走开！别欺负清溪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谁呀？你管我是谁？我宰了你！
杀了那家伙之后，就叫秦溪先走吗？谁知道，他竟没有回家，一定是路上又出事了。为什么不和清溪一起离开？当时我还没缓过神，不相信自己杀了人。你是怎么砍杀吴菜的？就拿刀啊，还能怎么砍？砍的什么部位？乱砍一气，最后砍到了脑袋后头。是拿刀锋砍的？对啊。砍了几刀才致命？有那么2、3刀吧，他也不禁砍呢，就死了。你为何还要撒谎？我没有，我都承认我杀人了，怎么还说我撒谎啊？你可知道他是谁？他是当今验尸第一高手，竖起你的耳朵，好好听着。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2个弧形，并有出血，很明显是牙咬的，且咬力很大。后脑靠近脖梗处，自下而上，头皮绽开，应是钝器所伤。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。如你所述，脖梗的咬痕应是清溪反抗时留下的。而吴菜从后脑到脖子之间，乍看一片刀伤，而实际上是分为2个部分。临近脖梗的后脑处，自下而上有一道皮开肉绽的伤痕，非利刃所致，你用刀锋砍不出来这样的伤痕。你仍在撒谎，很不明智。这位卢县尉，那可是大名鼎鼎，长安、洛阳的江洋大盗都怕他。他出任云顶，正是树危之际。你这个时候你惹恼他，你想过后果吗？这不是我杀的，是清溪。别欺负清溪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我让你，弄死你！臭小子，杀了你！清溪，你杀人了！清溪到底砍了几刀？我当时差点被掐得晕了过去，没看清楚，应该是1刀，或者是2刀，也有可能是3刀。被掐着脖子容易窒息，看不清楚也可以理解。那我换个问法，那清溪是否在吴菜的脖子上乱砍一气？那倒没有。你确定？不确定。清溪姐，我对不起你。我本来是想替你顶着死罪的，可是这件大事我没干成。行了，别哭了。刀在何处啊？这掉地上了吗？你没拿走？卢县尉，你跟苏先生的配合真的是天衣无缝啊！苏龙，手下先别拍马屁了，我们带上王秋，把昨夜他跟踪清溪的路，一直到吴菜家，都再走一遍，然后看看他还有没有撒谎。好的。你想带着王秋
重走昨夜的路。被你猜中了。那书铺的掌柜说，清溪还书时很是匆匆，王秋跟丢的那半个时辰，到底去干了什么？也许跟本案无关，但我还是想查清楚。你要不要一起？从王秋的口供看，清溪有畏罪潜逃的可能，所以我想去宝康家看一看。宝康，宝康在否？宝康，我在楼下喊你，你为何不作答？有什么好答？我是新任云顶县尉卢凌风的手下，深夜来访是有些话要问你。有什么好问的？你妻清溪已经失踪了1天1夜，你却如此不闻不问。她死了才好。听卢县尉说，你与清溪分床而睡，可你并不承认夫妻失和。怎么？莫非有难言之隐？关你何事啊？要说你也确实不幸，原来还可以登山采药，如今就只能瘫在床上了。你就说，你们什么时候帮我找到清溪吧？你刚才不是还咒他死呢吗？我说的是气话。哦，那我问你，清溪在失踪之前可有什么异常？没有。你腿摔折之后，他照顾你，可有怨言？你问这些干什么？失踪分2种，一种是被动失踪，一种是主动失踪。如今案情不明，不能把主动失踪排斥在可能之外。你是说，清溪不愿意走啊？跑了？就凭你刚才说话那么刻薄，有这种可能。说说，你是怎么受的伤？那天采药累了，喝了1葫芦酒，就在悬崖边睡着了。没想到竟有老虎来，用鼻子嗅我的脸时，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。我打了个喷嚏，把老虎吓了一跳。可我更害怕了，竟忘了自己是在悬崖边，一个跟头摔下去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巧了，我有个朋友叫费英俊，药王之徒，堪称神医。明天我就把他叫来给你看看。神仙来了也没用，折了就是折了，好不了了。你不想治了？不是不想，我采药这么多年，难道不知道怎么治跌打？只可惜伤得太重了，治不好了。这是你养的猫，还挺好看的。
你别吓着我的猫。他心中无鬼，并不怕我。谁？知悉，先别走，知悉，有人窥视，可是有盗贼。这次应该没有撒谎。书铺掌柜说了，清溪身上略有酒气，而且既吃了饭，也符合王秋说的半个时辰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先把人带回县县，将他们的口供记录在案，画押。是。卢县尉，这可真是大有收获呀！索席长在，麻烦你跑一趟，把那个宝康给我带到县县来。宝康，他下不了床，没事，我把他背到县下来就是。哎，不，让他自己走。还有，把他看的那本《朝野千载》也拿来。你再带几个人，在他们家周围仔细地搜一遍。说明，莫非你有更大的收获？快点！骗子！快走！宝康，难怪你不请郎中。你们怎么知道我腿没事的？你很喜欢你家的猫，每天都按时给它做吃的。我去之时，那食物还是热的。其实你跟我说完你是怎么受的伤，我就甚是疑惑。那天采药累了，喝了一葫芦酒，就在悬崖边睡着了。没想到竟有老虎来，用鼻子嗅我的脸时，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。这个故事就记录在《朝野千载》中，只不过故事里摔下悬崖的是老虎而已。昨夜在金豹家窗外窥视的，是你吧？是我。是何用意？我假装摔残了，就是为了看看清溪和金豹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。你现在满意了？你有什么资格用如此方式考验自己的妻子？上官不会怀疑我吧？我可没害清溪啊！你没害清溪，那吴菜是你杀的了？什么吴菜？我不认识。禀县尉，在宝康家柴房搜到这把刀，上面隐约有残留血痕。你倒是会过日子，连杀人的凶器都不舍得扔。是他侮辱清溪在先，我砍死他，情有可原。
就那个小狗崽子也惦记清溪，一路尾随，气死我了。结果跟丢了，那是因为他不知道金豹的家就在附近。金豹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所误会？没有误会，我知道你喜欢我。在你家吃饭的时候，你看我的眼神，不是已经告诉我了吗？金豹，你真的想多了。清溪，今天咱们就来个坦坦荡荡啊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金豹，你疯了！你放开我！娘子，不认得啦？在飞仙美神殿，咱俩不是见过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既然爱看游仙窟，那就来我家看。我家有更好看的东西，咱俩可以一块看。无赖！哎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小名啊？来吧，小娘子啊！我现在还很生气，我们就有什么资格救清溪呀？结果两个都是废物，根本不敢杀人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们当捕贼官的尽快找到我妻。如果他真被害，你们也得尽快查出凶手。你是不盼着清溪好啊？他早晚好不了。就说我假装摔伤之后吧，我让他不要去跳舞，他非去，每天在别人面前扭来转去，搔首弄姿，能不出事儿？还有啊，为了跳舞能多赚点钱，他竟然还在肩头画了芍药。我就问问，美身之际，他和美身师是不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？一定早就出事儿了！这个贱女人！压下去！等一等。清溪是否被害，现在还不得而知，但他之失踪，应因你而起。因我？你杀了吴菜后回到家，并未看见清溪，但当时家中可有他曾回来过的蛛丝马迹？我想不起来了。你那是做贼心虚，没有仔细查看而已。你是说，清溪先于我到家？没有这种可能吗？不会。我虽然是后进的吴菜家，可是没有花太多时间，何况之后我是抄近路飞奔回家的。彼时清溪也处于惊恐之中，难道他就不会飞奔而回？如果他回去后发现你并不在家，就会知道自己被彻底的欺骗了。难道他就不会主动藏起来，让你一辈子都找不到他？让他去云顶狱中好好反思反思。是是。走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审讯嫌犯时，我不该这么冲动。其实我刚才想说，你这一巴掌抽得好，
我也想抽他。还是你分析的好，那个清溪，应该就是自己藏起来了。不可！不可！怎么来了一直不说话？我要一朵绽放的芍药，越鲜艳越好。花在哪儿？整个背上。我看到这芍药终于绽放了。傻女人，真是被男人给伤透了。清溪虽然还没有找到，但吴菜被杀一案已告破。哎呀，这一宿也算没白忙活呀。索隆已经带人去了安远客栈，与清溪有交集的人家，也都走了一遍，毫无线索。哎，你说这个女子，不会一气之下离开云顶了吧？对深爱之人彻底失望，离开是有可能的。对了，我看王秋的口供，他说，他曾听吴菜提起一个名字，叫什么来着？情夫给你画的？情夫？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那清溪肩头的芍药，含苞待放，惟妙惟肖。咱们初到云顶，在那个安远客栈看他跳舞的时候，我就对那芍药印象深刻。而吴菜背上，毗沙门天王像，画的也很精美，我想应该出自同一个美身师之手。美身师啊？我在长安倒是听说过，或称美身匠，只是不知道云顶是否有此职业。苏明，你真是老奸巨猾，单看笔录就能发现新线索。我这就去让人查。哎，这怎么能叫老奸巨猾呢？这不应该叫……哎，回来了，正好，饭刚熟。一妹做的，是我和樱桃一起做的。樱桃，开饭啦！真香。你们两个女子一夜未归，成何体统？如果遇到歹人，如何是好？哎呦，喜君，你看看，因为担心你，连我都训了。哎呀，其实我和樱桃格外小心，不会有危险的。要我说呀，能摸进云顶仙阶，就是大功一件。罗凌风，你不也查到那情夫开的美身店就开在云顶仙阶吗？人家这是给你探路去了，你怎么还炫上人家了？